大家好，我是末端，欢迎来到科技梦星云。常看我视频的小伙伴知道，我视频主打的就是不花钱。但是我们也可以花小钱办大事。这期讲的就一个东西 ，Open Cloud， 它是一个近乎免费的，要付费的就是 API Key 那个部分。当然，如果你有免费的 API Key 也可以用。Open Cloud 就是一个全天候的24小时近乎免费的 AI 员工，它就像《山海经》里面的玄龟印，安安静静趴在你的机器里，既守护隐私又随叫随到。半夜想剪个视频脚本，点个外卖，撸个猫，它都能陪你唠叨。讲白了，它就是一个24小时全天候的近乎免费的 AI 员工。但是如果你想获得更好的结果，可以付费购买 AI 大模型的 API Key。如果你有免费的 API Key 也是可以用的。这期就讲如何安装和基础使用。要使用它，首先要安装就会需要 API Key。本例中用 OpenAI 的 API Key 做例子，需要有一个账号，然后登录账号，点 API Key， 点 Create New Secret Key， 给一个自定义的名字，点创建，点一下复制，把你的 API Key 保存到本地一个你等一会儿方便复制粘贴的地方，点 Done。希望这个时候你已经保存好你的 API Key 了。因为是第一次用，所以我想在一个安全的容器里面使用它。本例中选的安全容器就是这个 UTM， 点一下 Download 就可以下载。下载好以后点击打开，打开以后安装一下，安装好以后打开它，点这个加号创建一台虚拟机。上面这个是虚拟机，下面这个是模拟器。我们点虚拟机，它可以模拟 Mac、Windows 和 Linux， 大部分情况下能够满足大部分小伙伴的需求。我本地是 Mac， 所以我继续用 Mac， 因为迟早我是会把它安装到我本地真的机子上。点继续，点继续，好像没什么好改，继续点继续。给虚拟机一个名字，这个是可选的，我就不改了，直接点保存，这样进程就开始了。稍等一会儿，等进程好了我们再继续。在安装的过程中顺便说一下，在官网点这个介绍，你就会看到它名字更改的历史。最早它是叫 CloudBot 的，后来是 Anthropic 的法律团队给了压力，因此要改名。后来它改成了叫 Modbot， 觉得读的不顺口，最终改名叫 Open Cloud。预装已经好了，点开始，点同意。这个时候就又要等，因为需要下载。我们看一下它的 GitHub 能不能得到更多的信息。新很多啊，现在已经136000了。这里也讲得很清楚，这个是它的官网啊，也就是这个是它的官网啊。回到官网，这是它最新的版本，向下拉，这是它推荐的安装方式啊。这个是 Quick Start， 点一下这个，这里有详细的安装的教程了。点一下 Updating Guide， 这个是详细的更新教程了。如果你想参与开发，就可以用这个部分的命令来参与开发，因为它是 MIT 的 license， 因此你是可以参与开发的。在安装好 Open Cloud 以后，你是可以用这些来控制它们的 ：Telegram、WhatsApp、Signal、iMessage、Microsoft Teams、Discord、Google Chat、Slack。再往下拉，这是一个工作的流程图啊，可以通过上面说的这些软件对它进行控制，也可以使用 Tailscale， 完全可以使用 Linux。这里说的是 macOS 的 permission， 也就是对 macOS 一些授权的问题的解释。如果你需要一些特殊的 skills， 你可以到 Cloud Hub 上去制作，进而应用它。当然，你如果用 Zapier 也是可以的。这里是一些对话使用命令的解释。接下来是一些 APP 的选项，它是有独立 APP 的，至少看上去 macOS 是有独立 APP 的，但是它官网推荐的安装方式依旧是通过这个命令行来进行安装。它这里也说是有一些 skills 的，这是一个简单的配置，这个配置解释了如何和某一个 AI 大模型一起联合工作。这里举的例子是 Cloud 这个模型。下面是简单解释一下怎么用这些软件对 Open Cloud 进行控制。简单说就是控制软件的一些设置。接下来是各方面的参考文案。
从控制到平台到解决一些问题都有，最后就是开发人员的名单了。这样基本上就快速了解了一下 OpenCloud 的 GitHub。回头看一下能不能在虚拟机里打开。虚拟机已经配置了，但是安装失败。我看一下是什么原因，是因为我本地的大模型跑了好几个，没资源了。快速说一下，作为第一次使用，最好是要在虚拟机里跑一下。虽然因为我本地资源的问题，这个在这里不可用，这次不可用，以后可能会用到。但是快速讲一下它怎么用。配置好了以后，点一下这个播放按钮，然后它就会自动开始下载安装。下载安装好系统以后，做最基础的配置，然后下载一个 Chrome Browser， 就可以开始安装 OpenCloud 了。这次我这里就不用了，下次有资源了再用。关掉。但是没有太大关系，你看已经有15万颗星了，这个就直接安装在本地，应该是没有太大的问题。向下拉，找到这个 Getting Start， 打开它的在本地安装的指南，在这里点一下，可以选简体中文。向下拉，点击入门指南，在浏览器中运行这个应该是它的一个 UI 的界面，推荐是用这个命令进行安装。我们复制一下，给一个速度的命令，后面就是粘贴刚才复制的这个命令，按回车，给一下密码，按回车，试了一下，安装失败啊。看一下它的域名能不能解析啊？可以解析啊，清理一下，这次直接去掉速度，安装一下，依旧不能解析 OpenCloud AI。复制一下它官网这个命令，粘贴，尝试一下。也不行，因为本来这里就说不能解析 OpenCloud AI 了。加一个速度，估计也差不多。回到教程这里，它还有一个全局安装的方法，但是条件是 Node 要大于22。复制一下，我本身的 Node 是 22.14.0， 应该是可以的。清理一下，粘贴，试验一下这个全局安装的命令。因为这个全局安装的命令不依靠于DNS 解析，也不依靠于域名或者 IP， 这个好像可以，会出一些警告啊，但是大概看上去没有什么问题。那 OpenCloud 安装好以后，就接下来执行这一步，就跟着它的指南一步一步走，复制，粘贴到这里，执行这个命令，稍等一下就开始了，必须接受这些风险。现在有2种安装方法，一种是快速安装，一个是手动安装。为了快速出结果，我们就选快速安装。现在需要选择 AI 模型的提供方以及它的 API key。它几乎支持大部分主流的大模型啊，比如说 OpenAI、Anthropic， 有的好像不需要 API key。Kimi 这个就应该不需要 ，Google 的是需要的。OpenRouter 的 API key 是免费的，千问也不需要 ，GLM 4.7 是需要的 ，Copilot 好像也不需要，确实是有一些不需要 API key 啊。当然了，如果你不确定，你可以选 Skip for now， 因为之后你也可以选。因为之前我们就已经拿了一个 OpenAI 的 API key， 所以我们就选 OpenAI。那这里就是要选 API key 了，这里要输入 API key， 希望你已经保存好你的 API key 在本地，这样方便你复制粘贴。如果你还没有 API key， 那么你就要去创建一个，粘贴一下你的 API key， 按回车。接下来就是要选择模型了。第一个就是这个 Codex， 如果你是用来做代码的话，那这个是挺不错的。但是你要注意一下，每一个模型的大小其实是不太一样的。因为它始终是会在你本地，其实我本地资源现在已经有点紧了，我希望选一个稍微小一点的，选一个 5.2 Pro 吧。接下来是选择用什么方法控制，能够控制 OpenCloud 的软件有很多，既然第一个是 Telegram， 我们就选 Telegram， 它需要 Telegram 的 Bot Token。这里是简要介绍如何获得 token。打开电报，找到这个叫 Botfather 的朋友，找到 Botfather 以后发送消息，要的命令是 new bot。现在要给一个名字，随便给一个名字看看行不行，点发送。好像名字不太行，
但是我也看不出到底有什么问题。不过我可以复制一下它这个粘贴下来，稍微改动一下，再次发送，这里就有 token 了。copy 一下这个电报的 token， 粘贴到这里，按回车，问需不需要 skill， 满输个 yes， 使用什么方法安装 skills， 用 npm。 它这里有好多各种各样的应用，非常多，有空的话可以慢慢的逐个试哦。为了快速出结果，我们就 skip for now。它是要按空格键来选择，我们按一下空格，这里就变绿了，然后按回车。Google API Key 目前不需要，这个也不需要 ，Gemini 的 API Key 也不需要 ，Notion 的 API Key 也不需要 ，Eleven Labs 的 API Key 也不需要。接下来是 Hooks。Hooks 是干什么呢？它是一些自动化的功能，主要用来保存片段，就是每一次大的对话或者大的任务这种片段的一整段保存，也就是所谓的长时记忆。如果输入这个 new 命令的话，还能够做到自动启动、自动初始化以及扩展的自动化。但是这东西会不停变大，目前我机子的资源很紧，反正以后应该是可以再配置的，就是理论上说以后应该是可以再配置的。我们目前就选 skip for now， 按回车。现在是在 install gateway 了，应该是快了。是的， gateway 应该是最后一个命令了。这个选它推荐的吧。Gateway 安装好以后，它似乎是自动打开了一个地址啊。回到终端，这个看上去像是一个角色设定，给一个角色吧，计算机和人各要有一个角色，给机器人命名为 Hello World。我的角色叫 Jack， 按回车。这个等了有点久，似乎没有什么反应。看一下它的 gateway， 似乎也很正常，也挺健康的。skills 什么的都可以后面再设的。在 configure 底下，这里还有更多的设置，看上去也没有 error 啊。这个为什么没有反应呢？看一下它的健康状态，好像也没有什么问题。找一下他的医生，目前不想改 permission， 停掉。这个还是没有回答。停掉一下它的 gateway， 我们重启一下，看一下能不能重启。好，已经断开了，这里也断开了，清理一下，重新连接上，看一下是不是可用。但是大家可以看到 OpenCloud 这个就是已经安装好了，也已经在我本地运行起来了。刚才关掉了一下，现在准备重新打开。如果打开还不能用，那有可能是模型没选对。打开一下，似乎不是这样打开，说是这个 Gateway Service 加载不了啊。我们重装一下，应该是已经在重装了。What's up Automation？ 我刚才用的应该是 Telegram 啊。我点一下我的这个新的机器人，点 Start， 似乎也不能够直接和 CloudBoard 进行连接，需要这样配对一下。到它的技术指导的这个官网向下拉，点一下这个 Telegram， 去看一下它的解释说明。在 Telegram 这里，私聊和群组要做配对啊。复制一下这个命令，粘贴到这里。配对码是这个，复制一下，粘贴到这里，按回车，这样好像就可以了。发个消息，好像没有任何回应啊。复制一下这个命令，粘贴到这里，它应该要能够启动的。说是已经启动了，是已经启动了。看一下对话，我在 Telegram 要它自我介绍一下的信息也已经发过来了。是因为我的 API Key 已经超过使用限额了。那这个没关系，这个是因为 API Key 本身的限额的问题，这没有太大关系，我们可以找一个免费的或者不需要 API Key 的。但是大家看到这个 OpenCloud 已经在本地运行起来了，一个好的、有钱的、有使用额度的 API Key 自然是能够帮你大大的提高效率。有钱的小伙伴可以去试一试弄一个额度高的 API Key。常看我视频小伙伴知道我视频主打就是不花钱，
那之后我们会讨论一下如何使用那些免 API key 的，也就是尽量做到不花钱。当然了，整体的安装步骤、关闭重启就讲完了。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试一试，请点赞订阅支持我的创作，谢谢。